别喝了。凭什么管我呀？我去给你倒杯水。给我站住！王百川，我让你给我站住！你就是个懦夫，你觉不觉得你就是个懦夫啊？是谁说要背着我走一辈子的？是谁说的不管发生什么事情，都不会放开我？是谁说会努力赚钱，要给我一个家，要让我过得比所有人都幸福？你不就是做生意被人骗了吗？上当了吗？不就是骗了钱吗？不就是公司开不下去了吗？钱没了可以再挣，公司没了怎么样嘛？你至于颓废成这个样子吗？你没本事也就算了，你还怀疑我，怀疑你自己。你说你不是个懦夫，你是什么？哎，扭过来，你看着我，我让你看着我。你没有信心挑起我的生活，你就不该来招惹我。你招惹我，你就该负起你的责任，要像个男人一样堂堂正正的负起你的责任。可你呢？你太小看我了。我要是想找个有钱的，我早就找了，我用不着跟你耗到现在。我每天跟自己说，这个男人爱我，我跟他在一起，我不管有多累，不管有多苦，我都不会害怕，因为我知道他会给我最好的。迟早有一天，我会跟他在上海扎根。我们两个会像出生在这个城市里的人一样，会有属于自己的天地，会有属于自己的家。我要的不多，我只想要个温馨的家，像这个城市里所有普普通通的人一样，有一个稳定的生活，有一个稳定的工作。我没有要大富大贵，可是为什么这个城市里所有的东西都不属于我，都跟我无关了？哎呀，我31了，我都这么大了，可是我现在什么都没有，我什么都没有。我什么都没有。对不起。安迪，对不起，我真的不是故意要骗你。可我只有这么一个机会，如果我不瞒着你的话，很有可能就被我爸看出破绽。我一定要打败他。因为你痛苦，所以你就一定要打败他。对，我是很痛苦，我总得做点什么吧。我一定要把公司拿回来。我恨他。我也有恨的人，比如魏国强。但是我不能因为恨他，纵容自己做和他一样的事情。我之前之所以不让你那么做，就是很害怕你会变成像你爸一样。不，我绝对不可能变成他那样的人。我发誓，我绝对不可能变成他那样的人。安迪啊，你瞧瞧我这一家子。
支离破碎，亲朋好友唯利是图。我爸呢，同样也恨我，恨不得立即把我扫地出门。我妈现在躺在病床上，什么时候能醒过来，我真的不知道。安迪，你相信我，我不会再骗你了。我现在什么都没有了。你还有我啊。我把这些天的医药费单据都统计出来了，除了看护是收据，除此以外都是有发票的。你看一下，要是没问题的话，就在每张单据底下签个字，啊。关关，原来你平时上班是这样的，真威风。我看看，关关，我之前还想呢，我说你平时上班得什么样啊？会不会跟在家里一样？没想到完全不一样。算算，这些呢全部都是给你的，我还弄了一个复印件，是给安妮姐的。我怀疑她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借出去多少钱了。哎，关关，对了，你说那个应勤他爸爸说想把我住院的钱全给交了，我要把这钱单子给他吗？为什么不交呀？是那边女方家打人，应勤有就算了，勉强还算是有那么点情感纠葛。你呢？你纯属就是个受害者。真要跟他们计较起来，他们不但要赔偿这些医药费，还要赔偿你误工费什么的。现在应勤爸爸说一句啊，算了吧，别计较，大度点，你就什么都没了。算来算去还是你吃亏。那没办法呀，女方那边不依不饶的，如果他们不退让，那些人就不放应勤。而且再说了，应勤最后选了我，他觉得有点对不起那个女孩。你比他好100倍，应勤的爱是你应得的，你得记住这点。关关，你真好。别骂。喂，叶子怎么啦？莹莹，总经理让你明天不用去店里上班了，直接去总店找他。总经理有没有说是因为什么事儿啊？这个我就不知道了，反正我跟你说了。先这样啊，拜拜。哦，拜拜。关关，我有种不好的预感。我们总经理说明天让我别去上班了，去另外的地方找他。他会不会因为我这些天没去上班，他要把我给开了呀？你别瞎想了，我要是你的领导，肯定舍不得开除你啊！住院都那么认真工作，放心吧。你把资料发我邮箱，我看一眼。好，拜拜。安迪看着包奕凡的睡脸，心中温柔如水。不知从何时起，友情、亲情、爱情，绑住自己的东西越来越多，而他却甘之若饴。也许人生本来就是带着镣铐的舞蹈，那些束缚住你的东西，恰恰也是最美好的。它让你患得患失，而又充满希望。我爸妈周五中午就到了，饭店我都找好了。他们就是没看过我谈恋爱，所以想来看看你，顺便了解一下。你别太担心了啊，不用太紧张。
小美，我去找陈先生了，一来向他道歉，二来争取空气宝的项目，不浪费你一番心意。这段时间我特别混蛋，特别患得患失，被骗了几10万，好像连底气和信心都没了。你等我，我会努力。我买了早餐在外面桌上，吃完再去上班。嗯，好，行，我知道了，先不说了啊，挂了，拜拜。我是王百川，前几天我们见过，之前的事呢，小美后来都跟我说了，对不起，我不应该误会你们，更不应该动手。常听樊小姐提起她男朋友，真没想到是你这么个人。在我看来，你配不上他。看在樊小姐的面子上，我接受你道歉了。怎么？还有别的事儿？我这次来不光是为了道歉，也是为了空气宝的事。你给我10分钟时间，我有办法解决这件事。亲爱的，可能最近会比较忙，应该是没有时间到上海来看你。你不是想改革包市吗？现在是最好的机会了。你放心，年底我也很忙，估计也没什么时间想你。马上就要分开了，连句哄我的话都不知道说，很受打击。乖乖工作，下周末我去陪我弟弟，再下周末来看你。快走了。得了。莹莹，经理好，怎么样？身体怎么样？我已经好了，完全好了，我腿已经全都康复了。是吗？嗯。我跟你说，这是咱们公司啊新开的一家店，我带你走走。好。你呀，以后啊就在这家店工作。叶子呢，我也把他调过来跟你。如果人不够啊，咱们再招人。总店网购这一块啊，还是由你来负责。上次你跟我说的直通车啊、小广告啊，该花的钱咱就花，不报销。我是这样想的，最近非常流行的双11、双12，我们也可以参加嘛，对吧？进不了内场没关系啊，咱们自己打折促销。再有呢，就是要开发几款新的这个咖啡系列。哎，我跟你说啊，你那个心情咖啡不错，卖得非常的好。以后呢，这网站的事啊，就你负责了，不用天天给我汇报啊，有什么事自己做决定。怎么了？喂，我就是觉得，我病了这么长时间，您没有扣我工资，也没有辞退我，反而还给我升职了。你是我见过最坦诚的员工了。那我实话跟你说吧，其实你住院这段期间啊，工作没耽误，而且呀，咱们网店的销售额头一次超过了实体店，
这对咱们品牌来说啊，绝对是一个质的飞跃啊！所以啊，升你职是应该的，公司还指望你带领大家呀，把业绩再提升一下呢。从小都是别人安排我头一回安排别人，我有点不习惯。没事儿，人都有一个成长的过程嘛。来来来，我带你看看。怎么样？从今以后啊，这就是你的办公室。这以后是我的办公室了。是啊，洋洋，加油！我可看好你啊，把自己的能动性都发挥出来，让咱们网购的生意再上一层楼。谢谢经理，会努力工作的。那就开始工作。好。邱莹莹，加油！空气宝能在一定范围之内把 PM2.5值降为0，这是其他新风系统完全无法比拟的，所以对主机要求很高。采暖机雾霾最为严重，客户购买我们产品，就是为了在关键时候起到作用。如果不能按时交货，对公司信誉影响非常大。我们询问了长三角上百家工厂，都没办法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完成任务。你说你有办法？什么办法？我的办法很简单，就是分散生产，集中组装。我之前也听小美说了一下你们的情况，你们是想找一家工厂在短时间内完成这么大量的生产，一定是对工厂的生产规模和加工水平都是有要求的。这可以说的确挺难。但凡能接你们这样单子的工厂，他们手头不可能没有活。我的想法是，如果把你们的主机拆分成零件，分别有几家甚至10几家的工厂一起生产，然后再找原来的工人进行组装，如期完成，交货，不是没有可能。照你这么说，你手上有资源。我在南通做了好几年，之后就来上海发展。之前接的都是一些大型空调的零部件生产，对长三角的工厂非常了解。这是我列的单子，单子上面都是我接触的一些小代工厂，他们的生产规模和技术水准，我都在后面列出来了。可行是可行，不过这么多家工厂，你怎么来保证他们的生产质量达标呢？这些我都考虑过了。我的想法是，简单的零件由前面那几家技术低、生产力高的工厂做，复杂点的由后面那几家工厂做。后面那几家工厂我都合作过，技术水准还都算蛮过硬的。然后在上海找一个地方集中装配，发货。这样也好。我们原来的工厂地处边缘，在物流上还会耽误几天时间。如果全部在上海发货的话，还能节省时间。但如果真的确定这么做，必须有一个人全程盯着。你一个人盯得过来这么多家工厂吗？能。我不会让小美再失望了。好，我马上和合伙人商量，你要立马联系工厂，一定要确定，马上开工。啦啦
诉你个好消息，我升职了，我今天升职了，我现在是这店里我管事儿的。我今天晚上邀请你们来我的咖啡店做客，我咖啡店现在就我一个人。安迪、关关、兰姐，你们今天来我全免费，包括你们以后的咖啡全都我包了，好不好？小曲吧，小曲就算了，太有钱了，我就不给你提供这个福利了啊。不包我的咖啡，我就不过去。最后一个什么鬼啊？滚！皇后娘娘请安哦。皇后娘娘，你有什么事情要吩咐哦？哎呀，你就别捣乱了。我跟你说啊，你哥找到了，找着就找着了呗。有钱的时候找不着人，没钱的时候就出现了。不愧是曲连杰嘛，挺能耐呀。哎呀，这回真不是这样。有人做局，骗他到澳门去赌博，欠下巨债。就刚刚担保人啊，拿着欠条上门，让你爸带着钱到澳门去领人呐。你说什么？我马上回来。我不同意，我们家是有钱，可钱都投在公司里，我们哪来那么多的现金帮他还债呀？阿发，我知道你很生气，是，连杰赌钱是不对，可他毕竟是我的儿子，我能不着急不上火吗？再说了，之前我有个朋友就是因为赌钱不还，被人放在了通缉榜上，花再多的钱也要找到他，这都多少天了？好好的一个人，连个人影都不见，我能不担心吗？再说了，难道以后你让他这么提心吊胆的过日子？你看看担保人带着的资料上，啊，不光有连杰，还有他的前妻、女儿，通通都在上面。难道你让他们也生活在危险之中啊？你还讲不讲理啊？是我让他们生活在危险当中，还是你儿子？公司不是我一个人的，为了拿地建楼，我们当初垫进去多少钱，你不是不知道。现在手上的几个工程全都等着现金周转，银行还有那么多的贷款要还，替他还钱，钱从哪儿来呀？我可以把手头的工程出让2个，把国内国外的物业能卖的都卖了。哎，你做这个决定，你通过我没有啊？哎，公司的项目你说出让就出让，你问过董事会没有啊？老曲，当初你离婚的时候，你可是一文没带出的门儿。这么多年，我们挣下了这份家产容易吗？你就为了曲连杰这个败家子儿，你就不惜公司的利益，不惜损害我？你就不想想，有多少个亿经得起这么糟蹋？等等，曲连杰到底欠了多少钱啊1个亿。像人家那种家在上海的还好，像我们这些外来谋生的呀，一天到晚的忙成狗，工资全都贡献给房东了。哎，也真是不容易。唉，投胎技术差，没办法。都说人生是长跑，可是这有的人生在了起跑线，有的人生在了终点线，根本就没法比。可不就是？不过话说回来，在家纵有千般好呀，却有一点不好，那就是不自由。你看我们现在活得多随性啊，想干嘛就干嘛，有逛不完的店。要不是买房子太困难，不得已找个男人搭伙呀，我都想打一辈子光棍了。
打光棍多辛苦啊！这可不辛苦，结婚才辛苦呢。你看你婚前你得各种打扮，满足男人的虚荣心吧。你婚后吧，你还得照顾老人，你还得带孩子。那你说句不好听的，男人要有情义还好，要是没有情义的呀，把你榨干了之后就把你一脚给踹了，啊，压根儿都不管你死活。有男人也没用，自己那些糟心事儿还是得自己扛着自己消受。与其指望他们，还不如指望自己嘞。就是，咱们也算有自立的了，也有米有粮。现在这个社会又不需要胸口碎大石的力气活，还有什么我们对付不了的呀？下班一起逛街啊，樊姐。哎，别，小凡现在有男朋友，得男朋友优先。他不是因为他，我最近有点累，想回去早点睡。下次吧，我喜欢跟你逛街。好吧。莹莹，你这办公室可真棒。哎，还真别说，现在看你还真挺像模像样的，感觉特别难想象。我感觉你前几天还是那种只知道速溶咖啡，结果现在你突然就变成咖啡店的店长了。嗨，谁都有成长。就像那谁说吧，说我们对待工作要像对待谈恋爱一样投入，因为我们的男朋友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抛弃我们，可工作不会，只要我们努力了，就会有好的回报的。也是。哎，你说人为什么一定要上赶着结婚谈恋爱啊？一个人不是挺好的吗？轻轻松松的，想吃吃，想喝喝，想干什么干什么，有一大把的时间跟朋友在一起，不用下了班就赶去约会。哎，你说有这个时间，你在单位多拍拍领导的马屁，说不定也有升迁的机会啊。图什么呀？爱，爱在现实面前就是不堪一击。成年人整天把爱挂在嘴上，那就是个幌子，就是个遮羞布。绝对是轻飘飘的，你知道吗？你知道成年人最可悲的是什么呀？就是永远觉得自己有爱，会被爱，这其实就是欺骗自己、欺骗别人。关关，爱是需要条件的，物质条件知道吗？别觉得我庸俗啊，这可是一个过来人的切身体会。你没有物质条件，就没有资格谈爱。哎，你们什么时候说想着开始谈恋爱的呀？我记得我好像是看周围人都开始谈恋爱了，想谈恋爱就蠢蠢欲动。我好像也是，我好像是突然开窍了，大二的时候。我怎么没有确切的开窍时间呢？但是我从小学就可以成熟应对那些纸条什么的了。天哪，这人和人待遇也差太多了吧？我这从小到大我都不知道纸条长什么样，而且我们班有人谈恋爱，我都是毕业之后听别人说我才知道。今天我是找到答案喽！哈，就是那些年我们追的女孩，像咱俩这种，完了就闲置了，谁让她是美女呢？哎，我跟你们说个事特别搞笑。那个时候我们班有个女孩跟我特别像，然后我俩有一天不知道抽什么风了，就说要找一个男孩多的地方，我俩去测试一下。那个时候我们学校门口有一个咖啡店，那儿的男孩特别多，然后我俩就化上妆，选了一条觉得特别漂亮的裙子，还在小卖部买了一包烟。你会抽烟？不是，那是我第一次抽烟，也是我最后一次抽烟。然后我俩不是都拾掇完了吗？然后我就觉得天哪，简直自己魅力四射，就在那儿待了一晚上，结果愣是没有一个男孩过来搭讪。后来我现在想吧，你说我们俩小生瓜蛋子就在那儿装老成，肯定别人一看就能看出来。这跟生瓜蛋子没有关系。哎，主要是你说你一看就是个好姑娘，那男生就怕被你拒绝没面子呀。最好的办法就是找能够跟他们认识的男孩一块儿去，那么大家伙互相介绍一下，哈拉一下，不就认识了？不是这样的，如果是美女呢，比如说像你这样的，或者说是像那个安迪姐、小曲那样的，那结果肯定不一样，男孩肯定勇往直前就过来了，那样当然更容易些了。后来呢，还有什么尝试啊？后来什么呀？我失败一次，我都打击的就不行了。不过我还是希望能有一个人是纯粹的爱我，不是因为跟我共事之后，经别人介绍，跟别人打听之后，发现我的条件、家庭背景、工作都符合当一个好妻子才来追我的。我今天是不是说的有点太多了？你们俩不会烦我了吧？怎么会呀？你这样我们就烦，你闹我呢，那我不得被别人烦800次了？对他那么烦，我们都别烦他。我们好不容易听你说说自己的事情。其实有的事儿我还挺不好意思跟别人说的。有次我有个朋友说要给我介绍，
人家也特别上心，就安排了一次偶遇。结果那人一上来就看上我同学了，压根儿都没看见我。还有舒展，他被他爸妈逼着来追求我，结果一看见小雪，连我是谁都忘了。说实话，我当时都快绝望了，我都挺怀疑我自己的。真的假的呀？哎，从来都没听你说过，而且都没有觉得你有表现。我哪好意思表现呀？我自卑我都来不及。不过现在好了，我遇到了一个能看见我的。真的要谢谢小谢同志，看来他是个好青年呢。双手双脚，站住！我觉得他也是。所以樊姐，我觉得你刚才说的都是气话。如果不爱的话，干嘛要跟着这个人谈恋爱和结婚呢？而且爱就是爱，不爱就是不爱，哪有那么多条件可以去谈呀？我也觉得，你让我跟一个不爱的人在一起，我根本忍不了。最起码的，你看着他，你最起码能啃下去吧？还真是，我原来就想，大不了我就单身一辈子了。别瞎说，真的，我真是那么想的。我这收入也过得去，我也有能力去应付我以后会遇见的问题。那我干嘛去找一个不爱的人，跟他去将就一辈子呢？对，可能我爸妈那儿比较难交代，但是说服我自己还是挺容易的。你看啊，如果2个人在一起，还没有1个人高兴，那咱们何必要为难自己呢？对不对？不过，如果遇到了相爱的人，那肯定就不一样了啊！这1+1肯定是大于2的。有道理。恭喜你，关关，真的为你开心。我还不知道是不是高兴得太早了，因为我爸妈说要见协同，也不知道见完之后会怎么样。嗨，那都是后面的事儿了。做人嘛，最重要的就是开心了。1个亿？没错，1个亿。我当时听到这个数字的时候，也把我吓一跳。我一直以为曲连杰是个软蛋，闯不出什么大祸，没想到这次真的让他憋了一个大的。哎呀，突然觉得之前你给我装的那套音响也不算什么，之前还觉得挺夸张的，原来和你哥比起来，你已经很委婉了。我爸跟我妈现在吵得不可开交，集体让我滚蛋，免得让我围观世界大战。说真的，我要早知道曲连杰这么傻，我当初知道他在赌的时候，我就应该跟我爸说。毕竟曲家的损失就等同于我的损失啊。我现在看到他这个样子，真的有点兔死狐悲。你这个成语用的有点不太准确吧？你哥不学好是他自己的事儿，你们俩又没什么可比性。你是不知道，像我们这种家庭长大的孩子，想要学坏很容易。从小到大，我爸跟我妈就只顾着赚钱，没有空陪我。再加上我爸骨子里重男轻女，从来对我就没有抱过什么希望，对我格外的宽容。我记得那年我18岁刚出国念书的时候，我爸就一次性给我打了1000万，对我只有3个要求：1不吸毒，2不犯法，3不自杀。那个时候的1000万，很值钱啊。对啊，那段时间我坐飞机坐的耳膜都充血了，把整个欧洲、美洲能玩的地方都玩了一个遍。光买 LV 包我就买了几10个。最夸张的是，我闭着眼睛我都能背出某款包在全球各地的汇率和差价。哎呀，听得我的心都在滴血。不过还好，幸好现在的你，不是你之前那个样子。像你们这种从小到大都是精英的人，很难理解这种感觉。我还是很感激我妈。要不是当初他把我叫回来争家产，我到现在还在这种买包跟 car party 的各种无聊日子中打转呢。老赵，我其实很喜欢现在的生活。像我们这种一夕暴富的2代，很容易被人看不起。我能像现在这样，有你，有朋友，还有工作，我第一次觉得自己不全是废柴和流氓。你吧，说的中肯点儿。流氓是，废柴绝对不是，根儿有点歪。不过幸好遇到的都是好人，所以姑娘啊，老天爷待你不薄。这个我得承认。但是某些人拐着弯的夸自己，是不是很爽呀？
关雎尔的话，在樊胜美心中激起了阵阵涟漪。她的收入比关雎尔更过得去，她的能力更强，足够解决自己的问题。可即便有余钱在手，她依旧精打细算地过着日子，按部就班地谈着恋爱，从没想过自己可以独自面对这个世界。是啊，有什么可怕的呢？一个人的未知，难道还能可怕过他曾经经历的一切？还是说，在内心深处，他其实还不如2个小女孩来的勇敢，来的独立？小美，我这些天都在忙空气宝的事，四处跑，每天平均要跑3、4个厂子，很忙，也很想你。我知道你还在生气，气我没有自信，自暴自弃，气我没出息，不像个男人，是我做的不好，让你失望了。所以这次我豁出去了，不成功，我绝对不会再回来烦你。说正题，你一会儿跟我说我那个小公司打理的不错了，一会儿又说我跟赵医生的事儿，你都这么大圈子，原来啊，你压根就舍不得对我爸下手。我呀，就是想稍微的惩罚一下你爸，不想伤筋动骨。那曲连杰毕竟是他儿子，要是做得太绝了，会破坏家庭。那既然如此，你找我求救干嘛呀？大年三十你又哭什么呀？既然你这么贤惠，那索性一口气忍到底嘛，把那对母子接进来住，你办老杨姨伺候他们。我爸呀，一定从头到脚夸你贤惠，打死不看外面女人一眼，跟你白头到老。你什么态度你？对我自家亲妈的态度呀？你要不是我亲妈，我才懒得管你这些闲事儿呢。我要是在外面看到被老公欺负的小媳妇儿，我早一脚把她踹飞了，好吗？我还坐在这里，我要跟你想办法。行了。